价值100万的道奇地狱猫跑车出了大事故之后，被强子4万美刀买了下来。上一集强子把购买的部件整理了一下后，就把车子开到了工位上。他找到了钣金大师莱恩来帮忙。莱恩先把车子升了起来，用专业工具将车子固定好，这样在拉伸板面时不会被移动。等他将4个点位都固定好后，就开始了对车架的修复。他给上面安装了一个铁片，接着把挂钩挂了上去。这时我们就能看到车架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原位。莱恩经过不断的锤击和拉伸，在1个多小时后终于将它拉直。而另一边的车架导轨看着严重很多，但修复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只要将切割之后的防撞杠拆解下来，并且再将导轨重新拉直就可以了。莱恩用尺子量了一下对角线后，就将前面的一部分切割了下来。他要为其重新更换一个新的内轨。这个过程对于莱恩来说其实很简单的，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，而且一干就是10年。他已经早已厌烦了这种墨迹的工作，可生活不易，他也不得已只有坚持着。就这样坚持也就习惯了。莱恩将拆解好的内轨用夹子先固定好，并且把购买来的防撞杆安装上去，准备再拉一下对角看看尺寸是否一致。这一步其实很重要，如果对角不一致的话，那么安装套件时就会出现安不上或者缝隙不均匀的情况。莱恩还是比较负责任的，在正式焊接之前来了一次简单的试装，他将所有的套件都安装了上去，准备看一看缝隙是否均匀。这可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套件安装上去后瞬间就展现出他野兽的形象，缝隙看起来也非常完美。接着他又将套件全部拆解下来，这时就要正式的焊接导轨了。虽然看着安装拆卸的比较繁琐，但是这一步还是必要的，因为只有试装后才能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，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。但是在焊接前要先将电瓶的线路断掉，防止在焊接中损坏电瓶。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焊接工作，终于将两侧的导轨焊接完成了。莱恩把所有套件又重新安装上去后，强子就把车子带到了配件工作室，将车子上的玻璃先都拆解了下来。因为强子发现车子顶棚也出现了凹痕的情况，也许是车子在撞击时造成的，所以强子和莱恩商量了一下，准备重新更换一块顶板。但在这之前就得先将车内的套件都拆解出来。强子2人双齐上阵，正所谓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在2人的配合下，很快就将车内拆解一空。接着莱恩就拿着工具上场了，他先用角磨机将4周的漆面磨掉，并用电钻钻掉车棚上各处的锚点，就这样轻松的将上面的顶棚拿了下来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拆解顶棚的过程，这样道奇的车体架构还是很不错的。接着莱恩又拿起了角磨机，对车顶的周围一顿打磨，为接下来的焊接工作做着准备。因为旧的顶棚上有很多的孔洞，所以莱恩也在新的顶棚上钻了相同的孔，这些都是为点焊做着准备。如果他有康纳的那套电焊工具的话，就不用这么费事了，直接扣上焊就可以了。但莱恩这套工具已经用了10多年了，焊接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手，不一会整个顶棚的焊接工作就完成了。等莱恩把上面的焊点都打磨平整后，强子就拿来了吸尘器把车内的杂物都清了一遍，接着就给车子重新更换了一套安全带。这套安全带不是修复的，是强子新买的，因为之前坏的太严重，没有修复的价值了，所以强子直接买了个新的，省去了修复的麻烦。等安装好安全带后，强子2人又把顶棚的天窗安装了上去，并且测试了一下天窗的功能。天窗运动起来也是相当的丝滑。强子趁着座椅还没有安装时，决定先将前面的仪表盘拆下来，这样能有更好的活动空间。由于之前的副驾驶气囊爆开了，所以强子就购买了一个新的套件。强子自己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才成功的将车子内部复原。此时车内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但由于方向盘上的安全气囊还没有到，所以强子只能先处理车子的前端。他将车头套件拆解下来，要为之前修复的导轨重新喷漆。他先用砂纸对其精心的打磨，其实这是在车内根本看不到的地方，根本不用这么细心的打磨。可强子一直就是一个讲究哥，做事从来都是非常的认真，并且还给上面刮上了一层腻子。这不得不说强子修车还是很用心的。等腻子被打磨平整后，强子就给其上了一层灰色的底漆。经过了一番打磨后，强子再次喷上了蓝色的面漆。这真不愧是讲究哥，喷个导轨也这样细心，这一处理起来根本就停不住。强子甚至把防撞梁和支架都重新喷了漆。在等待干燥的同时，强子又为发动机更换新的软管，他是能换的就换，根本不考虑成本问题。强子虽然不是最专业的修车人，但是工作起来是最认真的，一直本着要么不修要修就得最好，这一直是他心中的理念。等强子把中冷器也安装上去后，之前喷的套件也干燥了，他将其重新安装了上去。接着就是2侧的翼子板，等这些都完成后，车子就被强子开了出去，准备把车子送去喷漆房进行喷漆。